can now be yours for just 163,800 ringgit. BYD Sea Lion 7呢，2026的价格终于公布了，最入门级呢163,800就可以买得到了。早鸟优惠的话，如果你不要 Wallbox 的话，还可以扣多4000块呢，所以只需要不到160千左右，你就可以买到一个这么帅气、这么大量、这么舒适的电动 SUV 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我的 POV 乱拍系列啦。今天快速带你们看一下2026年的 Update 版 BYD Sea Lion 7。之前2024年的推出的时候呢，只有2个规格啦，一个是单马达的 Premium， 一个是双马达的 Performance。今年呢 ，BYD 正式加入了多了一个规格，就是在我身隔壁的这一个 Sea Lion 7 Dynamic， 俗称叫做入门级呢。这个是2026年的 BYD Sea Lion 7， 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了。升级的新款的 BYD 刀片式电池，从82.56 kWh 到91.39 kWh， 增大的电箱让它续航里程更加的远，马力也提升。这次总共有3个版本 ，Dynamic Premium 还有 Performance。新增的 Dynamic 的电箱呢，就比之前的 Premium 小一点点，71.8 kWh， 马力约228 HP， 380个牛顿米 ，NDEC 续航为520 km， 110 kW 的 DC 快充，0到100 7.3秒。广东话说一句平靚正 ，Premium 的电箱升级到91.39 kWh， 充电速度增加到230 kW， 马力也提升到308 HP， 380个牛顿米的扭力 ，NDEC 续航650 km， 0到100 6.9秒。双马达 Performance 依然保持着20寸的轮圈，前面有4活塞刹车卡钳，马力约523 HP， 690个牛顿米的扭力，续航里程 NDEC 600 km， 0到100只需要 4.5秒。全车系标配前双 AP 的悬吊，多连杆的后悬吊。15.6寸的中控，座椅通风等配置 ，Premium 和 Performance 更升级到更加高级的电动座椅配置。这次的升级重点不是在于外观，而是更大的电池、更快的充电，还有新增一个更亲民的 Dynamic 版本。如果你原本在看着 Tesla Model Y 啊、Xpeng G6 啊或者其他的电动 SUV 啊，2026年的 Sea Lion 7真的很值得加进你的考虑名单。那我觉得这个入门级呢，它也不会说太入门，该给的它都有。这个外观呢，基本上都长得一样，后排空间也是非常大，椅子像沙发这样有2组的 ISOFIX， 椅背还可以做倾倒，倾倒了之后呢，1100多公升不是问题。后尾箱空间也有500公升左右，也有冷气出风口，还有 Type C USB 充电口都有在的。这个 Dynamic 呢就少了这个电动腰靠支撑，没有内饰的气氛灯，但是它的荧幕啊还是同样大的，有电子仪表，还是一样有无线充电。这个挡把像水晶挡把这样很好看的哦，而且这些按钮都有在。今天有试驾环节啦，今天我们隔壁有姐姐林俊杰。Yeah, my boss behind there。标配9颗安全气囊 ，ADAS Level 2它都有给到完的了。它的电箱呢，从83.1 kWh 升级到93点多，所以它的电箱也增大了，续航也增大了。哦，现在的续航是大概可以走650 km 左右啦，加电车嘛。这个我不需要讲多了，你们都懂。如果是脚重一点的话，未必可以达到，未必也可以达到。真的要顺开，在 highway 脚要乖一点。再维持一个100到110 km/h 左右，就会比较稍微的听话一点了哈。OK，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台 Premium。OK，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买电动车的需求就是想要高马力啊，当然会有追求马力的人啊，喜欢那一刹那瞬间的扭力跟马力0到100要below 4秒这样的那种感受啊。可是我买的是想要日常生活舒适开，到底这台车适不适合我每一天来日常生活用，哪怕上下班也好，哪怕去见顾客都好。那其实作为一辆好看的车呢，我认为是 Sea Lion 是蛮好看的，运动化的外观，然后有大气的外观，它的身形大，10分里面我给9.9分的，是真的挺好看。以舒适感来说呢 ，BYD 所有的车，不管是它的100千左右的预算到200多千都好，每一台车的椅子我都觉得蛮舒适的，就好像坐在一个沙发这样。就像我坐 Dynamic 啦，刚刚我觉得入门级都好了，我都觉得还是挺舒适的，好像坐的沙发一样软软的。
没有 lumbar support， 没有腰靠，电动腰靠，我都觉得还挺不错。哇，这个 premium 够吗？够哦。诶 I feel that the premium absorber is little bit softer than the performance, right? Performance quite bumpy at the rear. So 那时候我们做 performance 啊，我坐在后面，我有一点小小的难受，因为你走到100、450的时候，那个车会跳一下来。Yes， 然后呀，就 premium 驾驶的挺舒适的。如果哎呦，哇哦 ，Lotus Edition right？Rare stuff this guy。操控方面呢，前面是一个双 AB， 后面是一个多连杆啊，所以我们过弯哦没问题啦，试一下开一个弯。虽然我的速度慢啊，50多 km 把握，但是开起来那辆车的侧倾也不会很高，也不会很大哈，挺舒适的一个。OK， 然后你看啊，比如说我现在200多匹而已嘛，表面上看不大嘛，中段加速哦还是有力的哦 ，bro。0 to 100 6.9 second right， Dynamic 是7.3， 7.3对。呀，这个有220多匹啦啊，这样够吗？够，真的够，秒杀很多车哦 ，Civic、FC 啊 ，FE 不过来哦，原装。No, this is the Comfort. Let me try to switch it to Sport。舒适来讲 ，Highway 修会比较舒适，是真的。之前我们做过一集，有些人就是要开车也不快，要高车，那这个车是一个不错选择一下。ADAS 不用讲咯，全套的咯哈。0 to 100 test。100 ngam OK 吗？Good Good enough yeah。 虽然电箱大家是同样个90多 kWh 的，可是我们这台 single motor 呢，单马达可以走650 km NDC 嘛，但是双马达那个 performance 600 km。其实，如果你实际上一直走快速公路啊，你走一个可能100、140、160这样正常速度啦，因为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很好走嘛。你这样子走长期下去啊，我相信双马达那个的消耗的真的比较快，它也做不到600这么多。因为我们实际上驾过去槟城，所以如果你一直拉它的话，肯定咯，2个人在工作用着同一个电箱，肯定是快一点做完咯啊，快一点。快有力一点，但是哦，就快一点消耗完毕咯。但是单电机还是比较少一点，那个叫 range anxiety 啊，什么续航焦虑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这一台你会很久才看到，才掉1%的电量。所以如果你说安心省心，比较没有那么续航焦虑的话 ，Premium 的确是比较实际的，我觉得。而且它的充电现在呢，也从150 kW 啊，升级到230个 kW， 这个是要在 Premium 以上才有。Premium 跟这个Performance 230 kWh， 从30到80% 的充电呢，也不用20分钟就充满。所以，我觉得很快啊，你去休息站啊，吃个饭啊，上个厕所，喝一下茶了，20分钟都没有掉了。只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有没有人跟你抢不了充电站。你有试过充电桩去到那边是坏的吗？有哦，电车有电车的好价的 ，OK。Let me try the corners。哦，OK 啦，quite fun啦，this car。OK 啦 ，Premium 的挺舒服啊，Premium。当然我会 feel 到它的屁股会比较跳一点点。compared to 那个 Seal， 还有一个座椅通风哦，所以哇，我的屁股跟我的背部凉凉啊，真爽。就想一想，有时候我们买这种车，我们家里有充电桩，然后我们家里有安装了太阳能，基本上我很少在外面充电的，我在家里充就很实际，大概1个月多一个200多块、300块的这个电费来取代我们的油车的这个油费，你觉得划不划算？我觉得是挺划算的啦。况且现在太阳能呢，就基本上我的朋友装了哦，3万块左右装，我们算一算，1个月500块的电
电费来讲啦，5年就可以回本了，所以它基本上每一个月是不需要还电费的，它只是花一个3万块装一个太阳能就可以了，就享有驾电动车每天无限的开冷气，而且它的电是卖回给 TMB 的。等到我有自己的太阳能之后，我也可以入手一辆了，是吧？我可以后会开。哇，起步很顺诶，那个auto后我点一点点油哦，然后它就慢慢没有 feel 的，慢慢出了。哦，车的空间很大，包括坐在后座的朋友都觉得，真的超宽大的。而现在尾箱呢也提升到从500升到520升。好嘞，我们就回头来问 U 了。如果迟一点要我 review 这一个 Sea Lion 7的话，你们想要看我试驾哪一款？有3款嘛，入门级、中配还有最高配 performance 嘛。我觉得你们一定是要看 performance 对不对？想要看我下 4 wheel 上山对不对？也在下面留给我知道一下啦。那本期的这个试驾呢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林俊杰，拜拜，我们吉梦见啊 ，See you。